你好，这是静姐说话。今天我们来说春石斛，因为我发现了一个超级省心的春石斛的育苗以及养护方式。我先来说我的这个发现，然后再汇总一下春石斛的养护以及育苗的一些相关问题。我的这个发现呢，其实都已经在画面里了。直接把春石斛的假鳞茎剪下来，绑在户外，它就可以发芽成活，当然也可以开花。话说去年和前年，我把一些已经培育出苗的春石斛绑到树干上，或者是椰壳木板上挂到户外。前年绑的，去年就已经开花了。看到它们在户外长得还行。去年春石斛花谢之后，我就有了一个非常懒的想法，就是把开过花的假鳞茎剪下来，不放到育苗盆或者育苗瓶里，直接把它绑到树干上。结果您看到了，还真的行，它真的能发芽。在这之前，春石斛的假鳞茎剪下来之后，我不是都放到育苗瓶或者是盒里，让它先发芽发好芽之后呢，我再移栽。所以绑在这儿的有一些就是发好芽之后我绑过来的，也有一些是我直接放了一个还没有发芽的假鳞茎在这儿，它就在这个位置上发的芽。相比之下，当然是直接把一个假鳞茎绑到这儿最省心，既不需要帮它准备盒子瓶子之类的，也不需要二次移栽，就让它在这儿安家了。养护它们很简单，大致上靠天吃饭。如果长时间不下雨呢，也可以给它们喷点水，或者想起来随时给它们喷也行。以这种方式养，完全不用担心烂根。春石斛这个兰花品种是一种很皮实的兰花品种，只要一年四季温度环境合适，就可以像我这样直接绑到户外的树干上啊、石头上啊、木桩上啊之类的。最早期绑上去的，因为担心太干，还绑了一些水苔，而后面有一些没有绑水苔，做了一下尝试，也完全可以。春石斛在它的原生环境原本就是可以直接长在树干上或者是石头上，所以我做这个尝试，从理论上讲应该也是可以成功。最适合春石斛生长的温度大致是18度到28度，也可以认为大致跟蝴蝶兰差不多。但是春石斛比蝴蝶兰要抗冻很多，冬季低温只要不低于5度，基本上都是安全的，甚至有的说可以低到23度之类的。我这儿的冬季低温大致在10度左右，基本上没有低于5度的，所以我也没有尝试过更低的温度。好像我们已经开始说关于春石斛养护的问题了。既然说到温度了，我们就从温度开始说吧。我这儿现在正好是秋季，所以春石斛都没有开着花，也所以接下来会出现一些跟春石斛无关的画面。但说到的内容依然是关于春石斛。春石斛的生长季主要是从春季到秋季，最适合它快速生长的温度是18到28度。冬季是它的花芽分化期，温度最好在15度以下，5度以上。这个时期最好再配合上控水。夏季如果温度特别高，比方说高于30度，最好是加强通风，同时如果能帮它喷点水降降温，也有些帮助。再来说光照度，虽然春石斛也是要求以散射光为主，但是它对光的要求还挺高的，不亚于卡特兰对光的要求，甚至我觉得可以比卡特兰还稍微再高点。如果说使用遮光网的话，夏季50%就差不多，冬季可以完全不用遮光网。春秋两季介于冬夏之间，就要看具体温度，要遮多少晒多少了。如果水肥充足，假鳞茎长得很长很水灵，叶片浓绿，那有可能光不足。如果水肥充足，叶片和假鳞茎都是绿中带黄，假鳞茎呢也不是特别的长，
那说明光比较合适。长时间光不足会影响开花的数量和质量。春石斛浇水的原则大致也是见干见湿，但春石斛还比较喜欢湿，所以如果是盆栽的植料的面儿干了，基本上就可以浇。当然这指的是生长季，如果是冬季控水期，最好就是完全干透之后再浇水。空气湿度最好在60%以上，如果不到可以常喷喷水。虽然春石斛挺喜欢湿，但是它也挺耐旱。我绑在外面的那些假鳞茎，有时候也会很长时间我都没有去给它喷水，也没有下雨，它也没问题。对了，顺便说一下，刚才和现在看到的都是我拍到的月亮。那天走在外面，偶然一转头，发现月亮真的是从海面上升起来的，就像看日出一样，看了一个月出。只可惜手机拍的不是很清楚，现场看到还是很震撼的。言归正传，春石斛施肥呢，在生长季可以10天半个月给一次，如果是盆栽的，还可以使用缓释肥。冬季休眠期停止给肥，但在休眠期之前的秋季可以给一些高磷肥。像我这样绑在外面的，可以用喷的方式施肥，也可以找一个比如说茶叶袋之类的，绑一些固体肥在它的上方。当然像这样绑在树干上的还有一个选择，完全模仿它原生态的环境，它自己应该能够从环境中找到它所需要的肥。就像长在野外没有人管的那些，也没有人给它们施肥浇水，它不是长得也还行吗？但是吧，如果去管管它，给它喷点肥，应该会更好。再来说它的繁殖方式，繁殖方式在家里的话，大致可以有2种吧。一种是分株，把一盆分成2盆或者几盆。还有一种我觉得更好用的，就是用假鳞茎育苗，把开过花的老的假鳞茎剪下来一部分，放到育苗盆或者育苗瓶里，像我之前做的那样，它就会发芽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移栽。当然也可以像我这样，直接把假鳞茎绑到户外的树上，它自己也会发芽，就在那儿生长了。这些长在假鳞茎上的芽呢，都算是高芽。如果这个假鳞茎没有剪下来，有时候它也会自己长个高芽。这种情况也可以把高芽摘下来，单独栽种，就是一棵，也算是一种繁殖吧。总之，春石斛的育苗非常的容易，比蝴蝶兰容易多了。只要把假鳞茎放到一个差不多的环境中，它自己就能长苗。像我这样直接绑到树干上的有一个缺点，就是不方便拿到室内去欣赏。但如果这棵树不是长在地上，而是长在花盆里，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。而且种在花盆里的可以是一棵真的树，也可以是一些枯枝。好了，关于春石斛今天就先说到这儿了。那谢谢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